OK， 各位是我你们的好朋友台湾耳男，没有错，各位又来到了我们的测试伺服器的内容啦。那么今天要帮各位开箱的角色就是我们的龟龟 Westbrook， 不过是我们的巅峰版的龟龟啊，各位！全明星街球派对的这一次的操作啊，可以说是又重新定义了何谓佛心啊。很多人在那边说什么这个操作我好像在隔壁见过。进阶，再来就是集训，再来就是传奇。全明星街球派对直接告诉你，我把原本的角色砍了，直接帮你免费升级到橙卡。哇，这一点真的是相当牛逼啊！不过真的要讲起来的话呢，大概就跟隔壁棚的扩层，也就是进阶差不多的意思。不过呢，整体来说要耗的成本，我觉得其实是没有那么高的。好了，隔壁棚的事情就不聊了。当然呢，我们每一次的测试服影片都还是要强调一下，以下我们所讲的内容全部都是测试伺服器的内容哦，绝非正式上线的效果，请各位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好了，那么每当到了这个测试伺服器的环节呢，我就要来跟各位强力的推广一下我们的爸爸木木模拟器啦。难开高了，爽就站起来啦！在正片开始之前，在此跟各位推荐一个玩全明星街球派对的最佳利器，那就是网易官方指定配合合作的木木模拟器。在手机的小萤幕上面玩起来不够爽，或者是玩久就开始发热掉帧，那么木木模拟器就会是你最好的解决方案。那么还有一点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木木模拟器因为是跟网易官方合作，它在最新的技术上面是有所突破，所以它也是目前最适合全明星街球派对的一个模拟器哦。它的反应速度都是有跟全明星街球派对这一个游戏来做过优化的，这样一来你就不用怕踩不到干扰、盖不到锅啦。现在就立刻点击影片下方说明栏的连结来下载木木模拟器吧。好了，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进正题啦。它的例会跟它的人物模组呢，基本上都是直接沿用旧的，没有任何的改动。不过在数值上面呢，就跟之前有非常多的出入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旧的数值哦，再来这个是新的数值。变动比较明显的应该就是在中投跟3分的部分了。那篮板的部分呢，从原本的基本属性65到现在的71，上升了一点点。那为什么要特别讲篮板？是因为这个角色它的某些机制呢，也是需要他去抢到篮板才能够开启某些被动技能的。那3分的部分，如果你给它全部带到满，带到25 3分的话呢，它最高可以撑到121。那你可能会觉得这个数值不高哦，不过我自己在使用下来，不知道是不是跟电脑打的关系哦，3分特别准，可以达到4中3，还蛮离谱的。好，再来我们就要来看到强化的部分了。它一徽章呢变成是它每次成功争抢地板球、得分、助攻或获得篮板的时候呢，它的篮板竞争值会增加10点，然后可以叠加5层哦，所以到最后竞争值可以叠加到50点哦。哇塞，这个不知道该怎么说，有点微妙，因为你给一个篮板值不高的人呢，加了50点竞争值，那我只能说抢不抢得到呢？我觉得就不一定了。那下面这个就是开第一个花式。那再来第二个徽章呢，就是中投加5，然后安全传球距离增加，然后妙传触发概率增加。那再来下面这个就是第二个花式啦，大风车扣篮。第三个徽章哦，蛮屌的，但是我个人觉得哦，应该很难有人能够触发哦。每当他获得2分、1篮板、1助攻的时候呢，他会获得以下这一些 buff， 然后这个增益最多可以叠加到3次。当他在获得3次增益后，他主动拦截成功后，技能不会进入冷却时间，也就是你可以一直截哦。那如果说你是老龟粉，你之前有用过旧版的威少，你就知道它是有一个主动拦截的技能的。这个我们后面也会讲哦。那么如果我发动了这个状态之后呢，我就可以直接把50秒的冷却省掉了，就变成不会有任何的冷却时间哦。听起来超牛逼，对不对？可是各位，你要先得到6分，这个倒容易，但是你要抢到3篮板，然后3助攻啊！你要一个后卫去抢到整场3颗篮板，我觉得还是偏困难哦。我不认为这一个3徽章是很容易能够发动的条件。那最后一个就是篮板加5，然后再开一个超速暴扣的花式哦，这个超帅哦，大家给各位看。那伙伴的部分呢，就是扣篮、抢断跟篮板，这一点也是偏尴尬哦。因为你说抢断吗？它本身就有主动拦截的技能啦，那你去升抢断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灌篮呢，就是让它比较不铁而已。那篮板呢，你加了它的篮板数值又不高，所以实际的效果加起来怎么样？真的不好说。那特别要注意的是，如果你已经有打算把这一支点满的朋友啊，现在就可以开始存伙伴卡了，因为伙伴呢，旧版跟新版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现在开始存，到最后也会一并的继承过来哦，这点要特别注意。
好了，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到技能说明的部分啦。首先第一个技能呢，也是我觉得这个角色非常强势的技能哦，就是闪电拦截。以防你没有用过旧版的龟龟，这个技能就是让你可以透过按键去主动来拦截对面的传球，所以截得到截不到不是靠赛咯，是靠你自己的反应力咯。那当你拦截失败的时候呢 ，CD 大约是10秒钟哦，也就是你不能一直截啦。那当你截成功之后，它会有冷却时间50秒。那你说50秒很久欸，我跟大家说，完全不会哦。如果说这个时间给你用到个20秒、30秒，那我跟你讲，真的太离谱了。他一场至少可以截个5球差不多，所以呢，这个就可以让他一场大概截到2个球权，甚至多到3个球权。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已经非常非常强势了。那另外也要特别注意的是，新版的跟旧版的差别呢，是在于旧版的它提升的是这一些，那新版的在拦截成功之后，它会提升的是3分命中率哦。好，那接下来下一个技能，我们来看到直线加速。那这个直线加速呢，跟旧版的比起来就差很多了。新版呢，它给你的加成呢，就是让它的卡位抵抗概率大幅提高，并且篮板受阻率和篮板远距衰减大幅降低。也就是说，它有点让你变成是一个飞板的角色了，你可以冲进去抢板。那要特别注意的是，下面有写到 Westbrook 他在加速过程中，如果朝相反方向移动，则自身会瞬间降低加速效果。他也加了一个瞬间哦，到底是降多低呢？不管啦，反正你就是要往同一个方向脑冲就对了啦，你不能往左右往右这样冲来冲去的哦。那这个突破跳投跟之前的版本不一样的是呢，它是有一个突破完之后往侧边移出去的一个动作，并且我还可以做一个犹豫步，也就是说我在投篮之前，我可以再选择再往内突破去做冲框哦，大部分都是拿来干中投，但这个角色的中投呢，就比起它的旧版本还要准蛮多的，所以我觉得也会是一个蛮实用的招式。好，再来就是这个角色跟旧版最大的不同了，也就是它的第1步跟第2步的突破。我们都知道旧版它现在的突破是有一个剪刀步突破，就是会有一个这个脚跨出去往右边或往左边的这一个突破。那现在新版呢，它变成是一个普通的突破动作，然后再突破出去。那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技能是什么呢？你第一段突破完之后，你可以选择再往反方向突破。可是如果你往同一个方向突破的话呢，它的技能速率会变得更快。这个技能叫做氮气加速，我觉得蛮有趣的，也很符合龟龟脑冲的个性哦，就是要往同一个方向直接给它戳到底就对了啦。那并且在这些突破的过程当中呢，你都可以直接再衔接突破跳投。那当然呢，在下一个技能你突破完之后，假设你没有要跳投，那你就可以选择去冲框啦，那就是这个战斧劈扣。那这个战斧劈扣呢，它也是有1、2点的。那这个1、2点呢，就跟原本的是差不多的。1点就是战斧劈扣，那2点呢，就是像这样子摇篮灌篮了。以上我们看的这些战斧劈扣或是突破跳投呢，只要在你开启这个所谓的挂档状态下的话，它都是可以再衔接传球的。这个地方呢，以防你没有用过旧版的龟龟，还是让你知道一下，以前旧版的龟龟呢会分1档、2档、3档，你可以用简单一点的方式来理解，就是呢，不管你是持球也好，不管你是无球也好，反正你就是要一直跑，一直跑。当你跑啊跑啊跑啊，下面这条蓝色的就会满，对不对？当蓝色的这条满，你就开启了所谓的挂档的状态。那在这个挂档的状态下呢，你就可以开始做很多的事情啦。比如说你在以下这些进攻动作当中出手前，你可以将球传出。另外，你还会有一些在下面的这些 buff。那防守情况的时候呢，你也一样会拥有这些 buff。那你说这个挂档会不会很难启动呢？其实我用起来我倒觉得还好。等一下我们后面会看到，其实非常快的。那跟旧版的龟龟不同的地方是呢，以前会有分1档、2档、3档，但现在呢就没有分啦。现在就是你一定要挂档给它填到满，你才会启用所谓的挂档状态哦。好啦，最后一个也就是我们的大招啦，从原本的惊天补冠变成了雷霆万钧。除了原本的补扣之外呢，它还给了你一个控卫3分必中的技能，像这样。好了，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进练习场来看一下这只角色的技能特色吧。好，那刚刚我们前面有提到，就是说它的投篮终结可以在突破完之后，像这样子用大招来做一个终结哦。那也可以注意的是啊，它的大招3分其实距离算蛮远的，其实是可以去打一个超远3分的哦，而且也是可以去做接球出手，像这样接球出手还蛮快的。所以不管你是接球的大招，或者是横移的大招，我觉得都还蛮不错的。好，再来我们来看看前面我们所说的它的挂档的提升速度大概是怎么样哦。好，各位可以看到现在我底下的蓝条像这样，我只要在跑的时候，它就会慢慢的累积哦。
那这个如果配上加速就超级快的，你看一下这样，有没有？哇，这个小跑车跑越快，它的这个挂档就累积的越快。总之就是，如果你想要开始打一个进攻哦，你一定要先去旁边无球跑位，跑到这个蓝条满，差不多就是一个加速，你就可以把这个挂档状态开起来了，然后再开始你的表演了。好，再来我们来看几个比较需要拿出来特别讲的技能。第一个就是这个闪电转换，那这闪电转换呢，就是给了他一个冲刺的技能哦。好，就是如果你在抢篮板，然后你失败了，那你就可以用个冲刺，马上冲出去哦。那如果是抢篮板成功的话呢，也不用担心，我在一抢到篮板，传球出去之后，马上也可以使用一个冲刺，所以这个就很好去让你做一个进攻转换哦，快速的冲出去，马上来打一波3分。好，在他的进攻技能就很简单哦，我在突破出去之后，再选择一个2段突破，接下来再往一个侧步出去做跳投哦。那你当然也可以在第1段突破的时候直接侧步出去来做跳投，都是可以的。除此之外，你也可以去做一个拜佛，像这样子侧步出去出手之后呢，选择做一个虚晃，把对方晃起来。那这个就跟之前有非常大的出入了哦。那另外，如果你是在拜佛完之后选择去做投篮出手的话，它也会有一个特别的出手动作，像这样。好，进攻这样子看起来虽然有点单调哦，但其实呢，我觉得还蛮好拿分的。像这样子切进去，这整个速度是很快的，我觉得很适合拿来做一个挡跑阵的得分手哦。好，再来就是它的最后一个技能啦，也就是闪电拦截。那这个闪电拦截跟之前是没有什么不同的，只是这一次它多了一个闪电补位哦。那如果你之前有用过龟龟，你用这个闪电拦截失败的时候呢，你很常会失位。但是这一次，你如果在闪电拦截失败了，好，比如说我现在做个闪电拦截，失败了，我可以马上补位到对方的身前去做干扰或者是盖火锅哦，这个还蛮好用的哦，完全补足了它之前的短板，它不会自动朝对手的方向前进，所以如果我截失败的时候，我是要自己去判断方向，并且扣下方向键来移动的，这点要特别注意。好，再来是它的花式动作，给到第一个是转体的扣篮，第二个是背后换手的扣篮，第三个是大风车的扣篮，最后一个是超速暴扣。超中二，但是很帅啊！好了，以上就是我们的扩层，也就是巅峰版的 Westbrook 了。其实整体这样看下来呢，我觉得它算是小小的强化而已了，并不算是 Rose 或者是克詹那样子整个大改角色。但我觉得对于龟粉来说呢，也算是把龟龟一直以来的在球场上面真实的表现呢，呈现的蛮不错的。所以目前这样测试下来，我觉得强度还可以，那玩起来的爽度呢，也不会到非常差哦。不管你们会不会用，反正我之后肯定是会用爆它的啦。好，当然我们知道，除了 Westbrook 之外呢，还除了 Karl Anthony Towns 以及我们的3球 LaMelo Ball。那么这些角色呢，我们都会在后续的开箱影片当中给大家完整的介绍，敬请期待咯。当然，老话一句，以上影片的所有内容都是测试伺服器的内容哦，一切都以正式上线为准，还请特别注意哦。好了，我是台湾男，我们下部影片见，大家拜。